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。今天为大家带来新的内容。气脉只是水谷之气的通道，修行人要修的是先天精气神的通道骨脉。凡夫俗子要证到第一关，便是要炼精化气，不能炼精化气，则证道无门，生死不能了。要炼精化气，必须要先修三昧真火。要修三昧真火，必须要知道什么叫骨脉。医学上的气脉与修道的气脉根本就是不同一回事。如凡人的任督二脉与12经络本来就是通的，根本就不用修。道家强调修的皮肉之脉根本就是错误的。当年玄奘法师西天取经，曾取回一本致密的《无名经》，后被盗遗流入道家，但这本《无名经》只有半本，与这半本经书结合了中国的本土文化，演成现在的丹法。所以道家有些东西是对的，但有些东西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今天要把错误的东西补上来。道家修的是皮肉之脉，这皮肉之脉人人本通，何必要修？如果你的皮肉任督二脉与12经络不通，人老早死了。人的任督二脉与12经络每天都按12时辰在运行，若有一条经络与脉不通，人马上就生病。只要你没死没生病，说明你的皮肉之经脉都通的，根本就不必要修。我们要证道，要修的是骨脉。皮肉之脉是后天水谷之气的通道，而先天精气神三宝根本不走皮肉后天水谷气脉，所以要证道要打通的是骨脉。骨脉一词，很多人连听都不曾听过，更无从说起如何修了。修骨脉就是炼精化气，要炼精化气，就要修三昧真火，心即气，气即光明，故要修骨脉，就要观想骨头。为什么世尊在世时证果的大阿罗汉那么多？他们都是修骨脉的。要修骨脉，就要观想骨头，所以世尊很多亲传弟子都是修白骨观、不净观成就的。心念到骨即气到骨，气即光明，光明即暖象。当观想骨头时，气即入骨，当精气充满了骨脉，骨头就会发起暖象，骨头发暖就是精气入骨，精气入骨充满即会骨头发暖发光，是为白骨流光。修骨脉，精气充满就要修命门，命门两边是肾，两肾各有2条通道，上通道送精气入脊骨中，分清浊，清者上行补脑，还经浊者下行入四肢骨腔成骨髓。肾主生精气，主骨髓，故修道人第一要戒色，不戒色则肾所化生精气下行入外肾，成凡经主生育后代。凡人色心一动，肾精气则下行，肾精气下行就会使脑精气不足，智慧不明，骨髓空虚，百病丛生。是故人房事多，腰骨痛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要使肾所生的精化，清者上行补脑，浊者下行入骨，就要一守命门，保持命门发暖发热。一守命门发暖发热是炼精化气升起三昧真火的根本。一守命门发热，则二肾化气，精气不遇冷，肾一旦受冷，先天精气就马上化为凡精。所以要炼精化气，除了一守命门外，平时还要按摩命门。修三昧真火炼精化气修骨脉的具体做法有3种：一、从脚趾头的骨开始观想，从脚趾骨开始观想至发光发热，再由拓骨、腹骨、根骨、胫骨和腓骨、髌骨、股骨，再向上走，髋骨、骶骨、腰骨、胸骨、颈椎、头骨。另一路由指骨、掌骨、腕骨、桡骨和尺骨、肱骨、锁骨和肩胛骨，最后都上到头骨，皆发光发热。全身骨头发光发热后，再由骨髓到血肉发光发热。2、开始单单观想命门发热，等命门发热后，再由命门发热分上下2条路线发光发热。先修下行至脚趾头，再从脚趾头从下到命门发光发热，再从骨到血肉发光发热。至于命门以上，先保证命门以下半身从骨至血肉皆观想至
发光发热在修命门到头的半身，修命门至头的半身，修至下半身，皆筋骨血肉发热后，再由命门上行背部，再由背部经头面下行胸肚部。注意，是从命门之火扩展全背，从内到外，从骨到肉的发热，不是指任督二脉发热，而是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的片状上行。3. 单单一手命门发热，由命门先天精气自行冲通气脉，自行充满骨髓。修三昧真火炼精化气骨脉是一体的。三昧真火主要是心念不离下半身，心即气，气即是生命的能量。人心就如天上的太阳，阳光所照之处，生机无极。人的心平时最少想到的地方就是下半身及后，所以人下半身及背部是人身的冰山，心念要时时不离下半身及背后，这样才能打通骨脉，才能使先天经不化凡经。修三昧真火炼精化气，骨脉大致是息静心止。息静心止，则命门真火自然起，再由命门火从骨到肉，气光暖，自然遍全身，是为无为法。有为法则是一手命门开始，然后从下到上，从里到外，从骨到肉观想气光暖遍全身，至筋骨血肉气光暖充满时，全身的白骨流光，血液变白，皮肉经脉气行似光流飞星时，才是真正的炼精化气，里外气脉全通。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打坐修定没有任何形式，只是平时日常中把气沉到底，什么也不想，念头不动久了，命门自然发热。命门自发热后，再微微一手即观想下身骨头发热发暖，约3个月左右，命门自动发起一股火力，自动冲任督二脉，连冲个把月。有一天晚上冲力特别大，冲得我从床上跳起来，突然全身特别热，如爆炸一样，最后终于小通。通后精神特别好，连2个晚上都睡不住。有些人觉得皮痒痒，就以为气脉通了，那还早，还得很。我敢说我小通，是因为我当时冲开了光明。我自从那时起，我一运气，马上可以看到白光在运行。运气时，在任督二脉运气运到那里，白光闪亮其经八脉并没有通。又约过了2-3个月，真气冲击全身，冲了个把月。又是在我睡禅时，冲开涌泉劳宫四肢，从此皮肉之脉可以发气收气，运气自如了。但到了这个程度，气脉还是未真正的大通。为什么通到这个程度还未算真正的通气脉？因为只通了后天皮肉之脉，而骨脉没有通。人全身的骨脉关键是脊骨中的中脉，中脉就是在脊骨中下连内肾外肾及四肢骨骼，上连大脑，内连五脏六腑。人身每一个内脏都是与脊骨中的脉相连的，关之一身，性命生死。我的中脉只是入气，并未真通大通，所以通了后天皮肉之脉还是作用不大的。我从来不真正说起过我自身气脉的事，这次破例谈起，只是为了众人知道骨脉炼精化气三昧真火的重要性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你要气脉大通，必是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的发起三昧真火，才能冲开气脉。修气脉，你只管骨头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发热就行了。骨头真正发热了，白骨流光了，气脉自然会通的，不用刻意去修的。不管是天人成，还是独觉成，还是菩萨成，心需要成就四加行才能成道。四加行之一就是暖相，真正的暖相是从骨头骨髓开始发暖的。如果只是皮肉发暖，那叫虚火发炎，不是真火。你知道如何验证修行人是不是正菩萨果位，或是真菩萨转世的吗？验证是不是真正肉体菩萨，就是看他的骨头。如历史上的金地藏菩萨，在其涅盘后，后人到他的身骨时，骨头发出金石之声，依经典才知道是真菩萨。唐时的一行禅师圆寂后，后人看到他的骨头是金色的，发出金石之声，而知他是菩萨中圣者。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在文革时，内脏及一些骨头发及端分子掏了出来，
发现慧能大师的骨头是金色的，有金石之声，要像以上几位肉味菩萨一样，骨头如金石般，必须经三昧真火炼化骨头骨髓血液，方能成就圣果。所以能看到此文的人，说实是真的有很大福报的。如果你信不过我，不要紧，可以去看世尊的法典，按世尊所传授的白骨观去修。总之，后天的气脉不过是水谷之气的通道，真正要通的是先天三宝的通道，骨脉。修骨脉主要是先修治骨头发热发暖为第一步，修治骨头发光为第二步，特别是要脊骨节节发光发热。骨脉绝密到什么程度，你上百度查查便知，包你什么也查不到，只能查到骨脉这个医学词。为什么查不过？因为太重要太秘密了，能听到骨脉这词已经是福分不浅了。